律师小姐，为了避免你太辛苦，我自己往你的方向赶了赶，是不是很绅士呢？把证据给我，我自然会带他见你。带上来吧。你为什么要过来？就让我死了不行吗？约定我已经履行了，我确实没有在你来之前杀他。不过现在，你们两个可以一起上路了。我到纵横的位置需要35分钟车程，你到那里之后，不管用什么办法拖住15分钟，我一定会赶到救你的，一定会。你一定要等我。看在你这么努力的份上，我就给你一个和你姐姐同样的死法，作为成全吧。我姐姐是怎么死的？那就给你们演示一下好了。开始吧。他就是这样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才发生的意外。对了，撞死纪晓晴的那辆车就在那儿。带他过去，祭奠一下亲人。我只是如你们所愿，在帮你们理解当时的情况而已。你们该好好感谢我，对你们这么尽心尽力。没错。人贵有自知之明，既然他没有，我只好教教他。这也算是以暴制暴，替天行道。好了，消遣时间就到这里，我也差不多该去机场准备登机了。在国内打拼了这么久，也该去国外悠闲的好好享受一下生活了。动手吧，送他们上路。
实，小姐，我之前觉得你是个伪君子，现在我觉得你根本就是个蠢货。枫叶会馆的网络一直都在我的监控之下，如果有人上传什么东西，我清楚得很。更何况，那帮警察现在正在枪林弹雨里挣扎求生呢。至于车载电脑，我的人把你拉下车之后就查过了。再说，如果警方真有什么更厉害的手段，那他们人呢？哦，让你来送证据，得准备后手来救你们吧。人呢？我并不是介意不办神话，把那些家伙绳之以法当然是最重要。只不过，警察不让我来设计剧本，我明明可以把这场戏设计得更英雄帅气，堪比詹姆斯·邦德。好了，能抓住犯罪分子就是最帅的。不过后来我慢慢发现，英雄并不总是帅气风光的。很多时候非常狼狈，但不管有多狼狈，也一定要保护好想要保护的人。原来这才是你的目的。虽然我很想再欣赏一会儿你这种自视甚高的人为了求生丑态百出的惨样，不过时间不早了。对不起，都是因为我连累了你。我知道，他们拿我威胁你，你一定会来。就算我再怎么求你不要过来，你也不会听的。你要是害怕的话，一开始就不会帮我。大多数车的后备箱里都有一个隐蔽的开关，可以从内部将后备箱解锁。一般都在后备箱盖或者侧壁，有的是按钮，有的是拉环，也有的会用装饰板盖住，需要先找钥匙打开。
这样不行。我还有一个办法。不用。